黄金被人类视为财富的象征。黄金并非在地球上产生，而是来自宇宙深处，由超新星爆发或2颗中子星碰撞等极端宇宙事件形成的。现在地壳和地幔中的大部分黄金是由携带黄金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带来的。科学家估计，黄金在地球上的总量大约有60亿吨，其中有40亿吨是位于地底深处，开采成本超过黄金本身价值。现今全球的黄金库存量约有17万公吨。如果把全球所有黄金融在一起，就会铸成一个边长约21米的立方体，其大小差不多，正好可以放在一个篮球场内。总的来看，黄金是当之无愧的硬通货。据美国国家矿业协会称，早在公元前4000年，现代东欧地区的文明就已开始使用黄金制作装饰品。在之后的几千年里，黄金通常仅用于制作珠宝和祭祀偶像等物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当时古埃及帝国凭借其盛产黄金的努比亚地区而获益匪浅，并将黄金定为国际贸易的官方交换媒介。大约在同一时期，巴比伦人发现了火势法，这是至今仍在使用检测黄金纯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埃及人发现可以将黄金与其他金属合金化，以增强其强度并赋予其不同的颜色。与此同时，埃及也开始尝试一种名为失蜡铸造法的铸造工艺。这种现今仍在使用的工艺可以制作出精美绝伦的复杂雕塑。在圣经中，黄金出现的次数超过600次。可以说，古往今来，全世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黄金当作最高贵的东西。几乎所有帝王和宗教也都会把这种拥有太阳的颜色、储量稀少、永不腐朽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专属，而黄金也成为皇权和神权的象征。大约公元前560年，在爱琴海岸，一个富饶的古国吕底亚铸造出了人类最早的金币。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由此开启。随着战争和贸易，吕底亚的铸币技术在西方得到传播。公元前50年，罗马人开始发行一种名为奥雷乌斯的金币，其名称源于拉丁语 aurum， 这个词与罗马神话中的黎明女神有关，意为灿烂的黎明。元素周期表中代表黄金的化学符号由此而来。由于稀有，黄金虽然是最完美的货币，却无法满足流通使用，所以历史上更多的时候，人们用储量更多的白银、铜等金属作为主币。由于许多金币由普通民众手工捶打而成，一种被称为剪边的现象在金银币中十分普遍。不规则的形状使得人们可以从金币上剪下小块，最终积累到足够的碎屑，融化后铸造出更多的金币。不幸的是，剪边导致金币的重量低于其实际价值。1696年，英国政府试图通过新的铸币技术解决金币短缺问题，然而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17世纪末，英国在走向海上霸主征途中因陷入战争泥潭而欠下巨额债务，于是英国政府就是否为了减少货币铸造成本而削减货币的含金量，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时任财政部长的威廉·朗兹支持货币贬值，他指出，过去200年英国货币已累计贬值450%。他认为货币只是一个工具，只要货币上有国王的印章，不管是何材料，重量与成色是否充足，人们就应该接受这种货币。他建议将新币中的含金量减少25%。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虽然降低质量可以暂时解决货币短缺的问题，但让货币贬值的手段将会动摇英国政府的公信力。威廉3世深谙权力平衡的艺术，他同意维持货币质量，但政府需要付一大笔钱来铸造新货币。直接负责货币铸造的便是皇家铸币局。当时牛顿46岁，他早已完成了自己在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成就。作为剑桥大学的王牌教授，他的学生中就有成为英国财政大臣的蒙塔古爵士。1696年，蒙塔古力荐牛顿成为英国皇家铸币厂督办。在牛顿上任的3年里，他对铸币机器以及制造流程进行改善，提高了金币以及银币的质量。1699年，英国的铸币改革告一段落。同年，牛顿升任英国皇家铸币局局长。自1663年开始实行金银本位制的50多年，金银的兑换比率始终无法确立，商品的交易陷入一片混乱。作为铸币局局长的牛顿，制定金银的兑换比率是他的职责之一。
牛顿发现，金银币在现实流通中相互产生的影响，并不比科学规律更容易摸清。英国连年战争导致国库亏空，为了偿还各种贷款，英国政府提高了银币的面额，却降低了银币的成色。牛顿当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把黄金定价过高，把白银定价过低。于是人们跑到铸币厂买白银，将其出口，再换回黄金卖给铸币厂。随着这一套利现象的持续发生，英国的银储备大幅下降。更严重的是，铸造的银币绝大多数都消失了，最终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英国社会稳定由此受到威胁。这一定程度上是劣币驱逐良币和假币泛滥造成的。牛顿其后亲自把几十个铸造假币的人送上断头台，甚至还亲自去现场监督行刑。1705年，因为铸币工作的杰出表现，牛顿被女王封为爵士。然而10多年过去了，牛顿并没有根本上改变银币减少的问题，也没有让老百姓对银币重拾信心。后来牛顿明白，核心问题是英国政局不稳，加上官方在银币里面掺水，让国内黄金和白银的比值过高，这就有了金银套利空间。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牛顿做了一个大胆的改变货币史走向的决定，他提出彻底放弃白银铸币，让黄金成为唯一的货币标准。1717年，按照当时金币的含金量，牛顿把每盎司黄金的价格固定在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到1760年，英国的白银几乎都被换成了黄金。当时处于扩张期的大英帝国因战争急需用钱，为向英国政府放贷而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加大力度印钱，英镑的黄金含量由此开始缩水。恰好这个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黄金白银比超过了英国，于是英国的黄金又开始快速外流，而且金币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比银币更加严重。最惨的是，英国人担心拿破仑会攻占英国，开始疯狂兑换黄金。眼看国库的黄金快速减少，1797年，英国政府只能让英格兰银行停止兑换黄金，一时间民怨滔天。1809年8月，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痛斥英国政府剥削人民。舆论哗然，人们希望恢复金本位，并且不能滥发货币。几十年来，英国实际上已经是金本位国家，只不过没有在法律上得到认定。1816年，英国颁布金本位制法案，这标志着金本位正式进入历史舞台。随后，英国进入全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英镑也成为世界货币。同时，金本位制让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变得简单而稳定，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与贸易此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繁荣。可以说，这是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但这一切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轰然崩塌。一战爆发后，各参战国政府为了维持战争经费，不得不禁止纸币与黄金兑换。这场战争扭转了世界金融格局。美国的黄金储备在这一时期翻了1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战后，欧洲各国的纸币之间汇率从固定汇率制变成了完全浮动汇率制，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也随之大幅波动，国际货币秩序陷入混乱。在各国货币大幅缩水的背景下，是否恢复金本位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当时一派以经济学家凯恩斯为首，认为英国应放弃金本位制，使英镑贬值，以拯救英国的贸易。另一派则以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为首，英国政府在对古典金本位制进行适当的调整后，于1925年提出金本位法案，施行金块本位制，国家不再铸造金币，市场上不再流通金币，取而代之的是代表金币的银行券。由于规定必须要有大量的银行券才能够兑换黄金，金块本位制又被称为富人的本位制。除了英法两国实行金块本位制，其他国家大多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又称虚金本位制。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既不发行金铸币，也不具有兑换黄金的义务，甚至不一定具有黄金储备。所发行的纸币不能直接兑换黄金，只能同一个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的货币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价。然而，随着各国间政治关系的瓦解，国际债务飙升，各国政府财政状况岌岌可危。金本位制在动荡时期难以维系，这导致人们对其前景失去信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
各国仍不愿彻底放弃金本位制，而是继续维持这一制度，并寄希望于国际金本位制稳定时代的到来，但这一愿景最终未能实现。1929年股市崩盘后，欧洲各国货币体系彻底失衡，而一些国家，尤其是德国，仍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随着人们对银行和纸币失去信心，囤积黄金成为普遍现象，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黄金价格不断上涨。挤兑和囤积黄金最终导致银行倒闭。各国开始提高利率，试图吸引人们保留存款，而不是将法定货币兑换成黄金，但这反而加剧了问题，因为这大大提高了经商成本。最终，这导致许多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彻底放弃或暂停了金本位制，其中包括英国。有趣的是，许多较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比那些继续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更快地从大萧条中复苏。与此同时，黄金迎来了20世纪的第一个牛市。当时，仅剩美国和法国这2个主要国家仍实行金本位制，且拥有大量黄金储备。在美国，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阻止黄金囤积。1934年，黄金储备法颁布后，美国禁止私人持有黄金。之后，美国政府要求银行将所有黄金储备上缴美联储，禁止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并禁止黄金出口。诺克斯堡的大部分黄金就来源于此，这使得美国能够用美元而非黄金偿还债务。最终，美国几乎垄断了全球黄金市场。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济大萧条终于结束，一些国家最终又恢复了金本位制。在2战后期，美国一度拥有全球3/4的黄金储备。为了讨论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建立，筹建联合国的44国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世界货币金融会议。这场会议的重头在于未来世界金融体系的易主。而新旧金融霸主的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在英国代表凯恩斯和美国代表怀特之间。怀特提出的方案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统统跟美元挂钩。凯恩斯为了防止美元霸权的形成，提出发行被称为银行币的全球通用货币。凯恩斯引经据典，变得头头是道，时常让怀特哑口无言。但会场之外的现实世界是，英国在2战中消耗了251英镑，国债增加了1倍。与此同时，美国只有黄金200亿美元以上，债务却不到100亿美元。正是这些黄金，让美国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大获全胜。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金汇对本位制的变种，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以每盎司35美金进行兑换。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实行固定汇率制，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不能超过1%。由于美国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储备，美元实际上成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通用货币。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给予了美元向全球收取铸币税的权利，但同样给美国带来了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20年间，美元作为国际清算与储存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同时，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崛起，美国大幅进口外国商品，使得贸易逆差逐渐扩大。从1944年到1971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下，黄金价格保持了近30年的稳定。然而，这种人为的价格管制无法掩盖黄金市场的真实供需状况。随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不断扩大和黄金储备的日益减少，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关系越来越难以维持。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那一天，也就意味着陷入了两难境地。美国要想美元在全世界流通，就需要产生巨额贸易逆差，这显然会削弱美国的国内经济。1960年，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指出，美元作为储蓄货币的情况下，当外国想持有美元时，美国必须愿意提供额外货币供应，以满足世界对于这个储备货币的需求，从而导致贸易赤字。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两个要求互相矛盾，黄金美元挂钩的特里芬难题导致美国黄金储备下降，黄金储备下降让各国更不愿意持有美元，这形成了恶性循环。
到了20世纪60年代，通货膨胀高企，美国黄金储备大幅减少。1968年，一些主导全球黄金供应的国家决定停止在伦敦市场出售黄金，从而使黄金价格由市场决定。至1971年，美国黄金储备减少了61%。同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将每盎司黄金的价格调整为38美元，并停止允许美联储以美元兑换黄金。这实际上标志着金本位制的终结，但直到1976年，金本位制才被彻底废除，黄金才正式成为自由货币。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火和保护，条件是沙特所有的石油交易都要用美元结算。由于沙特是 OPEC 中最大的产油国和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其他国家也很快采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石油美元体系从此确立。此后的货币制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延续至今的信用货币阶段。货币不再以贵金属为基础，国家信用成为货币的唯一背书。黄金不再与货币挂钩，历史使命本该就此终结。但市场化后的黄金价格如脱缰野马。1974年底，美国自罗斯福时代以来首次立法允许私人持有黄金，压抑了40年的需求瞬间引爆，金价在短短几年内翻了数倍。到1974年，金价已经从35美元每盎司飙升至180美元每盎司左右。然而，这种爆发式上涨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重大调整。为了遏制金价，维护美元地位，美国财政部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抛售黄金储备。1975至1976年期间，美国财政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部分黄金储备进行拍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时市场的黄金投机需求。1975至1976年期间，金价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首次大跌，金价从195美元每盎司跌至103.5美元每盎司，跌幅高达47%。1970年代后期，在两次石油危机、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金价进入了疯狂上涨阶段。1979年，金价从年初的218美元飙升至年底的500多美元。1980年1月2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价格创下85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新高。然而，这个历史性高点仅仅维持了几个小时。当天，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推高至20%，以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消息如同导火索，引发了金价的断崖式下跌。金价单日跌幅超过12%，相当于每个小时蒸发掉华尔街2栋摩天大楼的市值。从1980年1月的850美元高点到1982年6月的296美元低点，金价在短短2年半时间内暴跌65%，成为现代金融史上最剧烈的贵金属价格调整之一。如果以阶段性下跌周期计算，从1980年9月至1982年6月的19个月内，金价从700美元跌至300美元，跌幅达到58.2%。货币政策的剧烈转向是最直接的触发因素。为遏制恶性通胀，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启动了史上最严厉的加息周期，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0%提升至20%以上。高利率环境下，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急剧上升。美国经济结束滞胀，进入复苏周期后，通胀得到控制，投资者风险偏好回升，资金从黄金转向股市等风险资产。1980年的崩盘只是黄金漫长熊市的开始。从1980年到2000年，黄金经历了长达20年的熊市，这是现代金融史上最长的黄金熊市。金价从850美元的高点一路下跌，并在之后20年间大部分时间内在250至500美元每盎司区间内波动。导致这20年熊市的主要因素包括持续的高利率环境和美元的持续强势。欧洲各国央行为了解决财政赤字，纷纷抛售库存黄金，加剧了供应压力。1990年代，美股经历了史上最长的牛市之一，道琼斯指数从1980年的不到1000点上涨到2000年的超过11000点。在股市长期牛市的背景下，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降至冰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黄金价格出现了令人意外的大幅下跌，
这与人们对黄金避险功能的传统认知形成了鲜明反差。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枯竭，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为了获取现金，以满足保证金要求和弥补其他市场的损失，不得不抛售一切可以变现的资产。这种不计成本的抛售导致金价出现恐慌性下跌。通常情况下，危机时期美元会因为避险需求而走强，但2008年美元的强势程度超出预期。由于黄金以美元计价，美元的急剧升值直接压制了金价。尽管2008年金价出现了大幅下跌，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这只是黄金10年牛市中的一次调整。危机过后，在全球央行大规模货币宽松的推动下，金价很快恢复，并在2011年创下192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新高，距离2008年低点已上涨182%。然而，这个高点成为了黄金10年牛市的终结，随后金价进入了长达4年的熊市。美元与黄金的负相关性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元的强势直接压制了金价。2013年，全球黄金 ETF 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赎回潮，金价跌破1520美元的长期支撑位后，引发了技术性抛售。同时，市场对黄金的悲观情绪蔓延，黄金已死的论调甚嚣尘上，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信心。2015年底，美联储开启货币正常化的加息进程，期间金价表现平淡。到2020年中，随着经济基本面修复，市场提前交易流动性收紧预期，金价触顶回落。虽然黄金在大多数危机时期能够保值增值，但在流动性危机等极端情况下，黄金也可能出现大幅下跌。投资者应将黄金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的避险工具。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策略师巴顿·比格斯所著的《财富战争与智慧》一书中是这样描述黄金的：如果在乱世、社会体系崩坏、人人自危、饥荒来临时，黄金可能作用不大。1971年至今，黄金年化收益率仅 4.7%， 远低于美股的 10.2%。更讽刺的是，若在1980年高点买入黄金，需等到28年后的2008年才能解套。对普通人而言，与其纠结黄金是否值得投资，不如重新定义它的功能边界。黄金的本质是一种危机期权。桥水基金公司的创始人瑞·达利欧认为，黄金作用是对冲货币体系崩溃。事实上，现金购买力以每年 4% 的速度蒸发时，黄金的抗通胀属性才能凸显。但此时你还要注意，黄金保的是购买力，而非绝对财富。西格尔在股市长线法宝提出，过去200年黄金只起到了保值的功能，年化收益 0.7%， 低于股票的 6.6%， 也低于长期国债和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巴菲特评价黄金主要是负面的，他认为黄金的价值主要依赖于投机者对其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而非其内在价值。虽然巴菲特个人不看好黄金，但他的公司在2020年曾短暂投资了黄金开采公司，这被外界解读为优化投资组合的战略决策，而非改变巴菲特对黄金的长期负面看法。